明杖化的人类还有救吗？初到九域的玩家想必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本来九域在时张科技的加持下，域位已经足以与慧明战斗，并在御史、域位长的带领下关闭了无数渊流。这一点不管是蓝的档案还是绯色的拟态剧情里都有提及。但明杖的出现却将这一优势转变为了劣势，域位会在战斗中被转化为明杖，成为慧明的爪牙，反过来袭击之前的队友。再加上九域现在面临的域能危机，如果没有替代能量，号鬼就不能吸取域能，也就无法驱动时张系统，从而失去对抗慧明的手段。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九域的覆灭已成定局。为了挽回九域的颓势，拯救这一局面，最优先的破局之法便是唤醒明杖。为了了解明杖，我们先来看一下官方的资料。明杖是在战斗中被转化的，这点尤其重要。这说明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死亡，只是人类的意识被暂时压制住了，有慧明的意识接管了他们的身体。既然意识没有死亡，就有着唤醒的可能。提出这个假设的人便是陈星的母亲陈寂。接管身体这一点，我们并不陌生。乌米就曾被伪装者附身过。既然人类的意识还没有消亡，那就有治疗的可能性。于是陈寂在多方奔走下，终于得到了支持，其中以玄影宫的支持最为强大。玄影宫本是九域暗中的守卫，又叫做域位之影，他们也称呼自己为影卫，其领头人便是九域第一武姬绯色，同样都是不能见光的存在，由他们主导此事最为合适。于是，在云霄山庄后山下面，一座特殊的研究所建成了，其命名为青云所。得益于九州重击的强大实力，青云所内设施齐全，条件甚至比外界环境更为优越。其中的成员有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的，有与明杖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也有亲人变成明杖的。但是青云所的实验属于绝密，对外界是绝对不能透露出去的。如果让平民知道有人在研究明杖，必定会天下大乱，保密就成了首要条件。为此限制出行是必须的，除此之外还必须有一个为研究安全负责的人，此人便是陈寂，这也是多方支持他的条件之一，甚至都写进了合约里面。为了保护青云所的安全，绯色也派出玄影宫影卫日夜保护。在这样的多方援助下，研究明杖开始进入了正轨。值得说到的是，此时在对州也有一个组织成立了，那便是上一代白虎南鹰主导的余恒司，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慧明，对慧明弱点的研究给当时的战斗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也是当时九域高层重视的项目，与青云所有异曲同工之妙。起初研究所的重点是在肉的治疗上，这就好比现在有一个病人，你知道他灵魂受创了，但你又不知道怎么治疗灵魂，那就只能先修复他的肉体。于是刚开始的研究重点都在找药上，但很快就失败了。起死人肉白骨的药没有那么好获得。就在研究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位研究员的发现带来了转机，他便是方剂。说到方剂，同样也是研究所研究中的重要人物，其研究明杖的热情过于高涨，属于研究已经分魔的代表，更是在研究中进行激进的行为。明杖毕竟是危险生物，存在破罐而出的风险。在一次突发的事件中，他发现破罐而出的明杖在被杀死后散发的能量影响了他的盆栽，植物转变成了蕙草。提起蕙草，在九域并不是无人问津，相反，这种植物还很出名。早在公元2692年便有记载，蕙草具有致幻的作用，可以影响人的意识。可是它们是受慧明能量影响而生成的，因此在九域是被明令销毁的存在，但现在却成了逆明杖实验的救命稻草。方剂提出了假设，明杖会对蕙草有反应吗？很快蕙草的培育室建设成功，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蕙草中含有的慧明能量，在青云所内又建立起了萃取室，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虚拟梦境系统而准备的，那便是蜃楼系统。蜃楼系统是由蕙草中提取的慧明能量搭建而成的巨型幻境，也可以直观的把它理解为虚拟世界。至此，青云所的研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虚拟与现实同步研究。还记得蓝登陆的时候，研究人员怎么说的吗？绯色大人，蓝首次进入蜃楼世界。进入蜃楼世界，没错，这里蓝登陆的才是真正的青云所。研究并不是只在现实空间中进行，而是在虚拟的蜃楼世界中同步进行。所以，蜃楼世界中所有的存在，要么是虚构的，要么便是上传的意识体。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由此我们可知，青云所的研究真相是捕获由域位转化为而的明杖，再利用装置将明杖的意识上传到蜃楼世界中的研究所，然后现实中的研究人员通过意识上传机器进入蜃楼世界进行唤醒明杖实验的研究。说到这里已经明白了吧？实际上是存在两个青云所的，一个是现实中的，另一个便是蜃楼世界中的。但也因此，这个实验很容易出现问题。明杖的实验体是不稳定的，但凡无法再将意识上传到蜃楼世界，就只能报废处理掉。在剧情里，这种现象叫做活性化数据不满。陈寂大人，367号的活性化数据已经不匹配实验需求了。按流程处理吧。这种不确定因素对实验是致命的，可能今天实验体还满足要求，明天就只能处理掉。之前在实验体上的努力就等于白费，但这还不是重点。不要忘了，每一个明杖都是在战斗中转化而成的，他们有着人类的意识，这便意味着每处理一个实验体就等于杀了一个人。这样的罪孽通通要由发起人陈寂所承担。这也是为什么陈星会在得知真相后陷入彷徨。为了逆明杖的实验，他的母亲陈寂的手上早已经沾满了鲜血，但这却是打破僵局、拯救九域必要的牺牲。看到这，你应该
已经了解了蜃楼的真相吧？但我们在剧情里进入的可不是真正的蜃楼，只是蜃楼系统留下的一小部分。那么真正的蜃楼世界是怎么覆灭的呢？在剧情里其实多次提到了，随着蜃楼世界的运行，所消耗的慧命能量也越来越多。为了这些能量，就必须更加极限的萃取慧草，但萃取本身就具有危险性，一个小数点算错就会引发灾，最终还是发生了事故，供应能量的本源没了，蜃楼世界也就分崩离析了。但不要忘了，蜃楼世界可不只有实验体的意识，还有着研究人员的意识。没了实验人员的研究所，只能选择报废。这也是为什么明明现实中青云所没有损毁，但却被废弃的原因。因为蜃楼中真正的青云所已经覆灭了，青云所的研究也沦为历史中的尘埃。自慧明出现后，就与意识层面一直脱不开干系。无论是蜂巢意识还是控制身体，慧明不只是物理意义存在吗？难道实际上也以意识形态存在？谜团越来越大了。接下来就说说我们的剧情经历吧。我说主角完全是被绯色给算计了，你们信吗？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定位马拉彗星的时候，主角跑腿去买定位器，然后遇到了同在购物的绯色。当时小峰就怀疑过这里是不是巧合，现在看来并不是巧合，我们是来自意外的变量，也是引导陈星的最佳人选。要讲清楚这里的逻辑，时间还得再往前推。大概在1个月前，云霄山庄的后山出现了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她便是陈星，是来寻找母亲的踪迹的。她并不知道母亲究竟在哪，只是从收养她的王母口中得知母亲是从后山来的。但此时的青云所已经废弃，后山游荡着明杖化的隐卫。不要问我为什么明杖为啥会戴斗笠，也别问我为什么明杖还会贪财，我只能说剧情里就是这样介绍的。这也是 PV 与剧情之间的联系。陈星被一路追赶，直到遇到了蓝与绯色，在绯色的死亡之舞下，明杖化的隐卫都化为飞灰。而这之后，绯色便将青云所的存在告诉了陈星，陈星也重新回到了村庄。从此他开始不断去后山探索，为了一窥当年的真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陈星会知道青云所的存在，并且拥有进入的权限。一切都是母亲陈迹拜托绯色的，但陈星找到的只有一段幻境。他会无数次的重复研究所过去发生的一个片段，但因为陈星无法与幻境交互，始终无法发现其中的真相。就在这时候，9域的变量执行者出现了，绯色从兰那里也得知了我们的存在，并在天河集市恰巧偶遇了。这倒不是我瞎编，看看当事人是怎么承认。下面资料来自于绯色的拟态对话，先是打了个招呼，很正常，然后就往后都有得罪，还请见谅。这是初次见面该说的话吗？只能怪主角太年轻，不知社会险恶。绯色说的得罪是真的会得罪。之后主角便知道了陈星失踪的事，开始卷入进来，而发生的这一切都尽收在绯色的眼中。还记得我们上传意识的时候另外一个账号吗？没错，在我们进入仪器后，绯色也上号了，而且就在我们仪器的隔壁。到幻境里，我们得知这里是群体意识上传室，这也是为什么唐能给到陈星的原因。先进入幻境的是陈星，他的账号是陈迹等人的部门，属于游客账号，可以看但没法参与。主角的账号是蓝的，不仅可以登录，还可以与场景产生互动，从而影响幻境的发展，这也是破局的关键。绯色的账号权限在我们之上，俨然是一个后台管理员，为了收拾青云所留下的烂摊子，他的目的是引导主角，引导陈星发现真相。引导陈星是因为陈迹的嘱托，那么引导主角又是因为什么？想必很多人也发现了幻境中绯色的不同，他给我们讲过很多的大道，也说过未来我们会面临着选择。但真正站在选择的岔路口时，要有几个人能看清终点的方向呢？你要记住，担负的责任越大，做出的选择也就越沉重，因为你手中掌握的力量会牵动很多人的命运。无论是超级计算机列阵子，还是绯色玉先生等人，一个个都是谜语人。他们好像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就是不说。最后的选择究竟会是什么呢？南瀛叛变是否也跟这个选择有关呢？只能坐等后续了。剧情里我们见到的幻境只是蜃楼残存的一部分，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局，里面虚构的人物和意识会不断重复着同一行为，直到有变量去打破这个局，而我们就是这个变量。接管蓝账号的执行者通过不断的行动，最终打破了僵局，其结果便是让陈迹见到了陈星。在这之前，只有陈星可以看到陈迹，但陈迹却看不到陈星。当母子相见后，幻境也便没了价值，最后在绯色的火焰下化为了灰烬。等我们登出的时候，绯色已经提前出来并不见了，只有花瓣证明他来过。出去之后遇到的是来接陈星的蓝，这一次陈星已经解开了内心的疑惑，可以正式加入隐卫了。至此全篇完。从这篇剧情来看，9域果然也是爱达星的一部分，至少人类肯定是都喜欢暗地里搞危险实验，简直与海加德师出同门。看来不管是哪个时空，研究人员心中都有着一颗躁动的心。海加德搞出来拟态系统，维拉造出来雷贝实验体，9域又会制造出什么东西呢？看来可以期待一下。本篇解读是为了让大家能看明白剧情中的疑点，属于笼统的介绍，更细致的解读会在之后持续更新。这次塔塔真的是整了个大活啊！好了，本期就到这里，关注小峰，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